好，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下在 Apex 中啊怎么去操作这个调用这个 DataWave 的这个脚本啊。这个是在 Win23 之后啊release 之后呢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去年2022年的10月份啊，它做的这个 release 啊。咱们打开这个官方的这个文档啊，在这儿哈，大家能看到哈，就是这个23啊 release note 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他说到了就是怎么去在这个 Apex 上调用这个 DataWave 写的这个脚本啊，也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简单。但首先呢，你在这个 VS Code 中后面会给大家说 VS Code 中怎么去操作这个 DataWave 啊。现在这个 VS Code 也可以去操作 DataWave 了哈。首先呢，你要去安装一个这样的插件啊，它叫这个 DataWave 2.0啊，这样一个插件啊，就这个东西啊，你得把这个安上啊。拷过来了吧？这写了哈，安装这个插件啊。安装这个插件之后呢，你要创建一个这个脚本啊，你就按它这个内容啊，创建这样的一个脚本啊。比如说你点了，我创建了一个 DW 的这个文件夹哈 ，DW 文件夹，默认的吧，都按这个创建啊，都按这个创建。然后呢，你这个地方，你装完插件之后，它就会有这个东西啊。你 new 一个 mapping 啊 ，new 一个 mapping。就是它会 new 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生成这两个文件啊，生成这两个文件，然后呢你就把它这个脚本啊拷过来啊，它这个地方给到了，脚本在这儿，你就把它拷过来，给大家分析它干了啥哈，咱们看一下这个脚本，拷过来了哈。好，map 函数大家知道吧 ？map 函数就是这个便利里面的这个 record 前面这个 record 里面的集合里面的值啊，每个操作每个值呢都执行的这个操作啊，这个花括号里面的操作啊，这是那个叫什么箭头表达式啊，然后呢输出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似于这个 content 的一个集合啊，这就是一个操作，其实就是一个 map 函数啊，把这个 record 值啊赋给了 first name、last name 和 email 这三个项目啊。这个 record 从哪来呢？它这个地方写了 input 啊。从外面导入啊，输出 output 给的是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 Apex，这个是 DataWave 的脚本，我们后面会说啊，不着急，大家大概知道这个内容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咱们接着看它给了什么呢？这第二步哈，完成这个 DataWave 脚本，然后给的是这个 Apex 代码啊，咱们去看一下 Apex 代码，那么给拷出来了哈。在这儿，它首先呢创建了一个 string 啊。但是 string 大家能看到哈，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看有一个这个换行，看到吗？换行有一个换行，然后呢上面是 first name 是标题哈，header 哈 first name、last name 和 email， 然后给了三个值啊，分别对应这个 first name、last name 和这个 email。然后他创建了这个脚本啊，这脚本是怎么写呢？你要是用它，就用这个就是和这个名字你要改成它啊，它俩对上就可以了，然后干嘛了呢？然后呢，你把这个 recorder 这加了一个 map 啊，它这个是加了一个 map， 这是这个执行的这个script 执行的这样一个参数啊，它是这地方做了一个 map 把什么值传进去了呢？把这个 input 的值在这个地方input 的值作为 recorder keys recorder 传进去了哈，正好就对应哪人呢？对应你刚才的这个这个地方啊。然后咱们再回来传去干啥呢？它就这个时候它去调用那个 DataWave 的脚本了。DataWave 调用脚本之后呢，它把做成了一个这个 context list 放到了这个 result 里面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一条记录的话呢，你就直接 result 0就可以把这个第一条记录给取出来啊。如果是复数件的话，你可能就要去做循环和便利。它这个是比较assert 什么 equals 这个是比较，我给改了一下，我看一下我给改了一下，代码在这儿，给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我们就没有比较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开发者这个 console 里去做了一个执行就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执行。咱们看一下效果当然了，你这个 DW 的话你要这个做完之后呢，你要去做一个部署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这样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什么东西，我要 new 一个 new mapping 是吧？给一个这个名字我这边已经创建过了我重名的话不行我随便给一个名字，这样创建创建之后呢，你要把这个做一个这个 deploy 做一个部署，
你不做部署的话是不行的哈，不做部署的话是不行的啊。好，咱们回来，咱们执行一下刚才的这个脚本啊。就是打印它其实就是输出什么，输出这个哈，还有这个 the bear， 然后这个 email 啊，咱们看效果啊。咱们看一下 debug only 哈，就这3个值哈，这就出来了哈。如果你要是复数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这个循环就可以了哈。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演示啊，它这个地方就是说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在什么情况下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在 REST API 中经常会使用，为什么呢？因为 REST API 的话呢，它会传这个 JSON 文件，对吧？大家知道传这个 JSON 文件。通常你怎么做呢？通常我们去调用 REST API 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不管是这个文字列也好，还是这个 object 也好，我们会先把这个 object 或者文字列这个给转换成这个 JSON， 对吧？然后你传到这个就是你调用侧，就是你实际的 REST API 的地方然后呢，在那个 REST API 里面，你又会把这个 JSON 给返回回来，再给转化成这个返出来返成这个 object， 然后再进行你的处理通常会这么做。所以说呢，在你这样的这个操作中你只要写这个 data view 的脚本呢，相对来说呢，可以快一些吧。可以复用吧，怎么说呢？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都行，反正你自己写 Apex 也可以吧。个人我这地方倒是常用，但是说你用不用这个 data view 其实并不重要其实你自己写Apex 代码呢，也是可以的，我只是说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这个经常会用到这个例子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例子呢，就是它一个这个调用的例子它上面说的比较复杂什么创建一个这个 data， 就是那个 Dev Hub 这些环境不用管我们直接在自己的环境创建就可以了它就是给了一个这个调 REST API 的例子调 REST API 的例子，无所谓好，大家知道就有这样一个应用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应用就行了好，这个内容就到这儿